穿越了火影后，你成了宇智波止水、带土还有麦特凯的老师，只要照他们忍术，就能反馈自身变强。在经过你一系列的指点后，带土和麦特凯都有了明显进步，在下忍训练赛中取得了并列第1的成绩。宇智波止水更是成绩优异。某天，他跟你表达了想法：老师，我想申请提前毕业，你却摇头。目前或许你的实力在同龄人中非常出众，但除了学校，你的对手就不只是同龄人。如果你觉得学校的课程没有意义，可以用影分身帮你上学，让本体来我这儿开小灶修行。没错，目前的时间点是在第3次忍界大战之前。你当然希望止水给我的忍校多发育几年，连中忍都不能表，毕业了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样吧，我传授你顺身术，什么时候学会了，我再考虑帮你申请提前毕业。另一边，发现你开小灶带的学生有了明显进步后，时任3代火影的猿飞日斩传唤了你。办公室内，他笑容满面。萧凡老师，你最近的教学质量真的很好，如果接下来1年都保持个增速，我将会提拔你为特别商人，同时担任忍者教师班的副班长。你一脸真挚，多谢3代们栽培。不过作为老师，我的责任就是教导好学生，我始终牢记这一点，心中却叹气。3代和团藏不愧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，画的饼都一模一样，但你这的饼我也不敢接啊。要知道自己现在还是根部的人，蛇或根绝之音还在，跟3代目走得太近会引起团藏忌惮。他依旧笑容满面。萧凡老师，接下来我和你谈些私事。我有一个小儿子叫猿飞阿斯玛，今年刚毕业成为下人，各方面还很稚嫩。我们聘请你担任家教，对他进行教导。3代的想法很简单，一方面的确想给儿子开小灶，你的实力够；另一方面也是试探，如果你表现的确实好，那就值得他出面和团藏要人。你想了一会儿，表示要考虑完再答应。临走前，你顺手鉴定了一下他的属性，评价是忍术天赋高，擅长组合忍术，单性质忍术或许无法和学姐仙剑比拟，但如果我同时用出5种性质变化的高级忍术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好家伙，整整17万查克拉！还记得上次在学校的时候遇见过波风水门，当时他的属性是4万查克拉，比水门都不多13万，不愧是巅峰3代啊！当天夜里，你就把今天的事儿报告给了团藏，没别的原因，3代成绩太少，好处没有就画饼。如果老头子当场就点破了自己的根部身份，说要不要跟着他混，那肯定就把团长踹了。可现在一看，就是在犹豫啊，老渣男做胎了，要直接答应下来，团长这边也讨不到好。很快官部传来回信，是3个卷轴，第一个是20万两的奖金，第二个是 C 级人数火炖盐蛋，而最后一个则是团藏对报告的回复：成为猿飞阿斯玛的家教，获得信任，成为让他尊重的人。你感慨团藏这老登对火影之位心不死啊！接下来就是对阿斯玛的指导了。来到火影家中，看见这小子，先来了个鉴定。他一脸不爽：“你就是那个要来教我的萧凡？哼，要是不能让我超越老头子的话，那你就直接走吧，没意思。”你摇头：“那当然是不能的。”阿斯玛摆了摆手：“那你就直接走吧。”好的，我这就走。告诉日斩大人，你不需要家教。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这时候老师难道不都该好言相劝吗？要真放走了，不得被老父亲骂死啊！果断将你拦下。等等，你就不能和我商量一下吗？不如我们各退一步，我不那么高要求，然后上课的时候你要听我的。你转头就走。不，要求高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能力不足，无法满足，所以我还是走吧。等等，你先别走。哎呀，算了，就按照你的教导方式来吧。你呵呵一笑，对付这种叛逆学生，那就比他更叛逆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很快，训练开始，测试了常规的体术忍术后，接下来是对查克拉的精密掌控。看到那片湖了没？只要你能在水面上站稳10分钟不落水，以后你想训练什么就训练什么。阿斯玛脸色一喜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千万别反悔。说罢，附上查克拉走到河面，嘴里嘀嘀咕咕：“那个可恶的老头子，控制欲也太强了，都毕业成为忍者了，还要给我找个家教。”此时，你双手结印，水遁水龙蛋之术，顿时水波涛大作。阿斯玛小心一乖：“哎呦，你干嘛？”呵呵一笑，帮你模拟战斗的场景啊！战斗时河水可不会像平时那般平静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，我也可以停下来，毕竟承认自己的不足也是智慧的体现。阿斯玛脸色一沉，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不需要家教，也不需要3代的安排，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不行呢？于是全神贯注地操控查克拉与身体，5分后还是坚持不住掉入水中。他好气，要不是用水遁干扰，我怎么可能会落水？哦，难道你指望战斗的时候敌人不用忍术攻击你吗？阿斯玛，彻底不行，还不能疯狂，我要重新来一次。事实证明，急了不一定能把数学题做出来，但战斗确实可能会爆容。阿斯玛不断落水，不断站起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成功坚持了10分钟。我成功了，以后我可以自己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了。你嘴角一歪，哦，谁和你说的？阿斯玛表情凝固了，不是你自己说坚持10分钟就可以自由训练吗？是啊，可我说的是这次，也就是你第1次的时候，你第1次也没成功啊。阿斯玛彻底疯狂！而躲在远处偷窥的猿飞日斩连点头，这萧凡真的有点东西。时间来到下周日下午，第2次授课，这回阿斯玛往地上一躺，今天太累了，不想训练。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他都直接开摆。
啊，对对对，你呵呵一笑，耶，躺下睡觉。做家教真不错，一觉醒来就赚了10万两。等等，你说什么10万两？当然是给你上课的钱，1小时25000两，一天4小时，当然是10万两。阿斯玛瞪了双眼，你的嘴是金子做的吗？收费这么贵？那你可以去忍校打听一下萧凡这个名字，就知道值不值这个钱了。说吧，双眼一闭，阿斯玛一把拉住，别睡了，我们开始修炼吧。哦，不是说你昨天没睡好，很累想睡觉吗？现在不累了。哎呀，我休息好了，快点开始训练吧。这天阿斯玛干劲十足，浪费1秒他都心疼的不行。当晚他向母亲告状，袁飞冉竟然乱花钱请了一个天价家教。琵琶湖也震惊了，要知道 B 级任务的报酬也就10万两左右。日展呵呵一笑，萧凡怎么可能？他的家教费是2000两1小时。阿斯玛这下懂了，小凡你真该死了！下个星期无论如何都不能再中你的奸计。等到第2天，你给带头他们照常授课的时候，带头道：萧凡老师，这是我一生一世的请求，请您务必要答应我。我请您教我一个威势十足的火遁忍术，让我在少年忍术大赛上获得第1名。此时系统提示：弟子与直播带土设定修炼任务，修炼任务获得少年忍术大赛第1，奖励是任务完成度及任务期间实力增长而定。你有点惊讶，想不到师徒系统居然有修炼任务这种功能。萧凡老师，你就答应我这一次吧。拿到第1后，我一定加倍完成你布置的任务，而且以后我什么训练计划都听您的。看他充满渴望的眼神，装作十分无奈。好吧，这次就答应你好了。哈耶！带头十分兴奋。萧凡老师，你果然是天下第一的好老师。不知道您准备教我什么忍术呢？呵呵一笑，当然是火遁好火球之术。这招我会了呀，上次他就是学会这招参赛的，可没想到遇到了卡卡西这个超级天才，痛失第一。而这一次，他准备再次邀请卡卡西参加比赛，一决胜负。你摇头，你不是要威势十足吗？在你目前可以学的活动中，好火球就是最足的。说罢，双手结印，火遁好火球之术，轰隆一声，这一次火球吐出居然有10米高，带头都看震惊了。这是好火球？呵呵一笑，刚才那下的确挺装，消耗贼大。平时战斗是不会用这种规模的，因为同级战斗的这玩意儿确实很难打中人。记得出演前真有人统计过，700多级火影，无论使用这招都没有击中过任何一个人形生物。你给了他一本小册子，这是我修炼火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的一些经验，你都看看吧。你送了弟子火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手册，由于弟子十分感激奖励大暴击，获得火遁头刻苦精通。交代完这边后，你留下一个影分身看着，本体则去找了另一边的麦特凯。他的修炼的确是最枯燥乏味的了，除了俯卧撑就是背着大石头做俯卧撑，没办法，踢出就是这样。于是这是引导，你觉得怎样才能让实力进步呢？当然是修炼。你摇摇头，修炼是能进步，也是增长实力重要的一部分，但还有没有其他方法？开挠了挠头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哦，战斗，没错，就是战斗。不过我说的并不是你之前和带土那样的，想要进步就要挑战，和自己想要挑战的强者堂堂正正的战斗。听了这个话，凯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个人，一头白发，戴着面罩，是木叶有名的超级天才。老师，我这就去。镜头切，卡卡西家浴室内，我来了，来决斗吧，卡卡西，他绷不住了，快出去！突然闯进我家就算了，还冲进浴室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凯露出招牌阳光笑容，那当然是来一场充满青春和热血的战斗啊！卡卡西捂脸，有点怀疑当年父亲是不是看错了，居然会认为这种神经大条的家伙，可能以后会比他还强。镜头再一切，此时卡卡西洗漱完毕，瞬间即影分出影分身，然后影分身又即影分身术，制造了大量幻影，看惊呆了，这不都卡卡西？而在他艰难应对的时候，突然一只手从地下冒出，抓住他的脚，土遁心中斩首之术。他的感觉身体急速下坠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全身只剩一个头在上面了。卡卡西拍拍手，好了，战斗结束，知道我强，就再多练点时间再来找我，至少要先毕业吧。凯大笑，好，等我变更强以后就来找你。卡卡西无语，不要选择性忽视后面的话喂。